大家好，我是鸟先生。今天开箱这个富士的 XT4， 哇！首先先感谢台湾富士在上市前几天就有这台相机，让我可以就是抢先的开箱给大家看，然后稍微体验一下。对，这台不是我的，但我已经跟恒常预购了。这次打算买的是银色的机子，好期待，好想赶快拿到。为什么还没上市就可以就想要赶快预购呢？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一直以来都在富士这个系统里面，而且这一次它 T4 多了这个，它可以自拍了，终于在旗舰机里面放上了这个功能。就是尤其我们后期影片拍的非常多，就是 Vlog 也就是能自拍当然是最好。对，所以有这个功能之后，当然二话不说就买入。会接触富士系统是从2015年买了第一台 XT1 之后，就一头掉入这个系统，出不来了。对，因为富士的颜色，它的白平衡真的非常棒，加上它的外形就是比较偏向复古的外形，真的很喜欢。有用过就知道富士他们的强项在哪里。真的是，就是我个人啦是非常满意，而且很喜欢。就即使它的对焦可能跟其他家比起来不一定这么的厉害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系统很适合我。不过到了现在，它慢慢的进步。对，然后后来因为他们又出了 GFX 中片幅，就是受不了，所以又买了这台专门就是用来拍照用的。它的照片更是迷人。就是连我老婆完全不懂相机，她都知道，拿这台大相机出来，就是照片会更好看。对，但是不过它对焦真的就跟 XT1 几乎一样，就是跟现在的系统比起来差很多。对，韧体更新的话，我看也很难，就只能期待它的下一代可以更强，录影也更好，可能甚至这会变成我的录影主力机。我如果是中片幅的录影主力机，那就更迷人了，再加上翻转萤幕。好了，我自己在幻想。对，然后后来因为照片之外，影片的需求越来越大了，所以我们 XH1 一发表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购入了，就是现在这一台。对，它新增了防手震的功能，然后也让我很满意。以他们第一台内建防手震来说，我觉得算是非常实用。当然，它还是有缺点，我们后面都会讲，也希望 XT4 能够改善这些缺点。对，然后除了 XH1， 平常我拍的影片也会配合 Insta 还有 Sony 这些相机。不过这个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我们另外再聊好了。这2年多来，对我们拍了也几百部的影片了，对，算是录影的重度用户了吧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再跟大家好好分享我们的录影的器材还有设备和心得这些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开箱 XT4 吧，好喜欢。打开来有说明书，哇，翻转屏。好，它这次因为机身的资源快充，所以它附的是一条 USB Type-C 的线，就没有再附充电器了。它的背带其实后期都给得很不错。然后这台因为不是正式上市版，所以它的插座是欧规的，不过之后会回台湾的。这次还有一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全新的电池 W235 电池，然后这是原本的 W126S 电池，对，容量提升了整整快1倍，所以续航力的表现一定会更好。然后一样是支援双插槽，然后2个插槽都支援 USH2 记忆卡，对。然后再来另外一边的这个线孔也有改善，这次变成了2个盖板，对，不像之前 XH1 是1个盖板。再来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录影和拍照模式的切换的快捷钮，哇，终于很方便了，不会再像之前这样转到天荒地老。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，它录影和拍照它们的功能键变得都是独立的，
像我如果现在是在拍照模式，我进来选单的时候会是在拍照的模式。但如果我进入录影模式的话，对我进入按 menu 的时候，它会进入的就是录影的模式。在他们的 Q 键的设定也都会是分开的。像我在录影模式的时候，它的快捷选单是在录影状态、录影模式的调整。那如果在拍照模式的话，它的快捷模式就会主要是拍照模式的调整。这一点真的是超方便。我们先从拍照来开始讲吧。其实 XT4 和 XT3是用同样的感光元件，所以理论上就是拍出来的照片的画质，就是应该不会差太多。也许会有进步啦，只是可能就是要看着很仔细放在一起比较，也许就会有差别。但毕竟因为我不是那种会100%这样子 crop 这样子看的人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从 XH1 之后的每一台富士相机，像 X Pro 3、XT3、XT4，他们的照片其实我都觉得很满意的，至少 ISO 3200以下，我都是可以很放心的。那因为我没有 XT3，所以我在实拍的表现上，我是用 XT4 和 XH1 来比较，对2年的差距还可以感觉到，对富士有进步很多，就是拍摄起来的流畅性还有稳定性，真的好很多，但还是会拉风箱啦，对，尤其是配合这个旧一代的镜头的话，就是还是会有，但是跟 XH1 比已经好很多了。对，我们来看实拍吧。不过这次我实拍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内录萤幕的机子，所以我是用手机翻拍，画面可能有点晃，你们就是包容一下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XT4 它的拍照对焦表现。最想知道就是它的人脸对焦还有人眼对焦，看是不是有进步很多。我们来看看吧。来吧，边跳要边走过来。好，来。好。来吧，人们！可以啊。看我 ，Hello， 3招。大家看完连拍的对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有时候他眼控追到眼睛了，然后面部也追到脸了，他都一直好像牢牢的抓着。但是如果连拍这样子追焦下来，10张里面可能还是会有1-2张可能会稍微跑掉。这是富士的，我觉得是它的对焦特性。像 XH1 就更明显，就是没有追到的比例又更高，但这台就是再好一点这样子。但真的，我觉得一般生活来说，拍照算是很够用了，而且就是操作起来它的节奏性还有连贯性又更棒，一气呵成这样子。对，至少我是觉得拍照的话是很够用了。虽然萤幕可以翻转自拍了，可惜低角度和高角度的时候，画面重心不在光轴上，变得有点不习惯。
这次还新增了跳跳白的软片模拟，我觉得效果还蛮特别的，给大家看照片。富士的软片模拟是我就是爱这个系统最大的原因。对我甚至其实在现在除了接案子之外啦，我几乎也不太拍弱档了，都是 JPEG， 然后就是套用它的软片模拟，然后回家可能用手机微调一下亮度对比，这样子就可以出图了。对，效果真的很满意。现在让长焦50-200来试试看，看表现怎么样？现在公园走走，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。可惜都是阴天，所以照片效果比较不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 X-T4 这次琢磨更深的功能录影吧。它现在有翻转萤幕、4K 60fps、10bit 420，更好的画质，然后更棒的防守阵，还有更好的续航力，真的是太棒了。那当然，你们也会说，还有 Alpha 600啊，还有 M6 等等这些也可以有翻转萤幕的相机，也很不错。对，也很不错。但是别忘了，富士还有它的软片模拟，它可以直接拍影片，也是套用这个色彩。像我平常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我的 YouTube 看。这2年多来，我拍的影片，大部分的主力都是富士的 XH1。颜色我没有拍 log， 我都是用它的软片模拟，然后再用软体来微调，这样子真的很满意。对，至少我是觉得很满意啦。所以现在这台相机，如果要说是现在我觉得心目中最强的 Vlog 机，应该也不为过吧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影片实拍吧。再就是看看录影的表现，最主要的还是看它的对焦有没有更明显的进步，还有以前 XH1 的比较不足的地方，看 X-T4 有没有补足了。嗨，哇，你有一台叉子！简单使用下来，我觉得 X-T4 和 XH1 录影的对焦的确是有进步的，就是误判的机会变少了，然后还有它的曝光的断接平滑度 X-T4 也比较好，还有不管配合任何镜头，它的对焦的滑顺度也有稍微再改善一点。因为其实 XH1 让你感觉非常快，但是它是很暴力的快，所以你会觉得观看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。但是 X-T4 还有修正的这个功能，算是蛮特别的。然后像曝光的改进，就是 XH1 就是例如说它现在抓到我的脸了，但如果突然间把头侧过来的时候，变成黑色嘛，深色，所以它就会提高曝光，然后整个画面就会爆掉。但 X-T4 这个功能也改进了，这是我觉得用 XH1 觉得我最恼人的地方，它也改进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对焦的误判，它就像我们如果在运镜的时候 ，XH1 它的对焦很容易会稍微飘掉一下，
马上就会拉回来，但是像那一段画面还是会不能用。就这一台它会比较稳定，就是会稍微就是比较能够牢牢的抓着那个焦点这样子，对。XT4 的防守阵除了它的 IBIS 然后 OIS 镜头防守阵之外，它还有提供了另外2种的，其中一种叫做 DIS 的防守阵，就是数位防守阵。对，打开之后它可以配合机身防守阵、镜头防守阵，然后再做进一步的防守。然后另外也有一个影像提升的防守阵，就是类似三脚架的模式，对，就是适合定点的拍摄。总共就是有3种的防守阵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不过后面2种的防守阵对画面都有裁切。我现在先测试一下镜头防守阵，就是2台相机有什么不一样。开始走路。你好到我的跑道了啦！这次 XT4 它的高速摄影来到了 1080p 的240 fps， 然后这等于10倍的慢动作。对，但是它对光圈、进光量的需求就比较高，所以如果你在室内的话，就是镜头可能要用更大光圈，不然它画面会偏暗。对，然后另外它的高速摄影一样是没办法收音。同时，它也支援 HDR 的影片，对，它可以比一般的影片有更大的一点的宽容度，让你在后置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空间。当然，它也有 log， 但是对我目前为止，因为我太爱它的软片模拟，所以我没有在拍 log。不过，它的录影对焦有一个很奇怪的点，就是如果不是在拍人脸的话，你从比较近的焦距到远的焦距的时候，它会马上对到；但是从远的焦距再回来近的焦距的话，它就不一定会抓到，尤其是像树叶、树枝这种不规则状的物品，它就是机子好像晃神了一样，就是会抓不到。对，但如果是远处换成人脸的话，它就会马上抓得到，所以它对人脸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化，但是对就是不规则状的东西这部分可能就还要加强。不过这2天我拍影片拍下来，我觉得 XT4 它的就是影片拍一阵子之后，它的机身温度会比 XH1 还高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其实 XH1 当初大家在讨论出它里面有个小风扇，所以收音会收到风扇的声音。但 XT4 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它机身比较小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啦。但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它的工作温度就比较高。好啦，相机要还给恒常了，好舍不得，好想赶快拿到。对，虽然说测试的这2天都是阴天，有点可惜，不过 XT4 它的表现还是让我感到很满意。对，自拍的翻转萤幕，然后更方便的录影和照片切换钮，然后更好的对焦，更实用的防守阵，还有超棒的软片模拟，都在这台小小然后外形又好看的机子里面。这真的可以说是我心目中目前最完美的 APS-C 相机。对，好相机大家不买吗？哦，而且现在很常，昨天它的那个官方售价出来了，搭配16到80镜头，简直是超划算，好想要。
短短使用下来 ，XT4 真的是非常不错。对，当然说缺点一定还是有，就例如说希望它将来4K 60P不要裁切，然后对焦可以更稳定一点，不要就是稍微跑掉，然后反应也可以更快一点。然后也希望它的防守阵可以更实用，更就是应该可以取代 Gimbal， 虽然说是很难的，但是就是总是慢慢进步嘛。还有另外也希望富士赶快更新它就是第一代的 f1.4 的镜头群，不然说真的拿来用录影实在是对焦的声音太吵，都会收音收到。对，而且对焦比较有那种卡顿感，不像这种超音波比较滑顺。对，而且真心希望富士赶快推出等效大概20mm f1.8 的镜头，就是如果换算下来大概是12mm或13mm f1.8 XF 镜头。对，因为不管拍星空或者是拍人像、广角、大光圈，真的都非常好用。就是拜托，希望富士赶快有听到，赶快更新，这样子的话 X 系统就更完备。这次开箱和简单的测试大概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于挑相机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拍照、拍影片，甚至是剪片有什么问题，也都可以在粉丝团留言给我们，或者是私讯我都会回答大家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一下心得也不错。对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 XT4 的开箱，也期待下次 XH2 的开箱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记得订阅一下，因为我都会一直用富士的相机拍影片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台相机它的影片表现，就是等我拿到相机之后的每一部影片，这台应该就会没有意外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主力机，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影片实拍。对，就像现在你去看我的频道，就是大量的 XH1 影片实拍。现在 XH1 价格超值。对，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吧。